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这本书叫金字塔原理，它的副标题是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金字塔原理这个方法出自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最早提出这个方法的人叫芭芭拉·明托，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明托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是麦肯锡公司咨询顾问中第一位女性。加入麦肯锡之后，公司认为她在写作和表达方面是一把好手，就安排她去帮助那些不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咨询师，提升他们这方面的能力。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她就逐步发展出了金字塔原理这套方法。很久以来人们并没有提出一套清晰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做到有逻辑的表达、思考和解决问题，直到芭芭拉·明托总结出了金字塔原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已经出版了40多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数次再版，常年名列各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前茅。它的第一个中文版出版于2002年，经过了20年，这本书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经常被收录在各种必读书单中，也被许多人推荐。但是如果你在网上搜索这本书的书评，也能看到另一种声音，批评这本书空洞无物。我就看到一篇书评说，所谓金字塔原理其实用半分钟就可以说明白，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这个中心论点可以由3到7个论据来支撑，每一个论据又可以成为一个论点，这样的话呢，也能被3到7个论据支撑，如此重复，这个形状呢就像金字塔一样。其实金字塔原理就是我们中学语文课上议论文3要素的简化版。作者为了说清楚这么点事儿，非要写一本29万字的书，这本书真的不值得推荐。这种评价也很多。那为什么关于这本书的评价如此两极分化呢？是因为真的有人在神化这本书，还是这本书很有价值，只是很多人没有读出来呢？其实批评也好，夸赞也好，都来自于金字塔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套方法非常的简单清晰。在后边我会向你介绍金字塔原理到底是什么，虽然不至于像批评的声音说的半分钟就能说明白，但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已经足够让你完全了解金字塔原理了。所以有批评者会觉得这么简单的理论并不值得大家推崇，但是恰恰因为金字塔原理的简单清晰，使得它具有了2个特点。第一，金字塔原理的适用范围特别广，比如用金字塔原理指导我们的表达，不论是你想在1分钟之内和别人说清楚一件事情，还是要用1个小时的演讲详细阐述一个问题，你都可以用金字塔原理帮你组织思路。或者你在工作当中接到一个项目，想完成这个项目至少要3步，自己理清思路，制定解决问题的步骤，还要说服他人来帮助你，这3步你都可以用金字塔原理帮助你更快更有条理的去完成。第二，就是因为金字塔原理的简单清晰，使得会衍生出更多的方法。实话实说金字塔原理这本书已经面世40多年，书中给出了一些方法，用今天的眼光看确实有点过时，但是后来有更多的人根据金字塔原理的核心理念找到了更多更好用的方法，或者他们惊讶地发现，本以为是自己独创的方法，竟然和金字塔原理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我们得到的李楠楠老师非常擅长讲故事，写作很有感染力，他在读完金字塔原理这本书就感慨，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方法是做纪录片导演时摸索出来的，没有想到几10年前就有人写进书里了。所以你看金字塔原理就像是一个操作系统，自带的软件有的确实不好用，但是你能在操作系统上加载更多更好用的软件，甚至根据这个原理你还能研发出自己的软件。而且这个操作系统不仅可以安装在台式机上，还可以安装在笔记本、平板、手机上，让你用一套操作系统就可以处理大大小小各种事务。即使面对一个毫无经验的任务，你至少拥有一种通用的解法，拓展性强，适用性广，这正是金字塔原理最大的优点。接下来我会分成4个部分为你介绍金字塔原理。第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是金字塔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把金字塔原理应用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以后边3个部分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当中3个最常见的场景，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那在这3个部分中不仅会谈到书中的方法，我还会为你介绍这本书以外但是更好用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金字塔原理。前面咱们提到过有人说金字塔原理就是我们中学语文课上议论文3要素的简化版，中心论点下面找到3到7个论据，论据下边再找到3到7个分论点，这就是金字塔原理。实际上这只是金字塔原理的表象。
那么金字塔原理的内核是什么呢？就像吴伯凡老师在《伯凡日志录》里提到的，金字塔原理是一种系统管理信息的方式。著名的心理认知学家史蒂芬·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写作之难在于将网状的思想通过树状的句法用线性的文字展开。这句话特别厉害，因为它揭示了写作的底层逻辑，也点出了写作这件事儿最大的技术含量，就是怎样将脑中无数碎片化的想法收拢起来，整合成一条最佳的文字线。这是写作者最大的挑战。而且这还不只是我们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逻辑。我们的思考方式往往也要经过这3个阶段：网状、树状、线性。而我们大量的思考其实是停留在网状的阶段，就是我们有大量相关的信息，它们好像都和一个主题相关，但是这些信息之间是没有逻辑的。而所有我们向外做的事情，对我们的要求往往要遵循线性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在和你聊这本书，那先讲哪个部分，再讲哪个部分，先讲哪一句，后讲哪一句，我必须要提前设计好。我们行动的时候也是如此，先做什么事情，后做什么事情，就像程序员编程序一样，我们都要有一个详细的行动指南，才能完成那些复杂的动作，这个也是线性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一本书我感觉自己读明白了，没问题了，但是一到实践中就抓瞎了。让你给别人讲一讲这本书，那不会讲；让你跟着这本书去行动，那也不会做。因为网状思维和线性思维不匹配，这中间还差了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网状的思维变得有逻辑、有组织。就像是我们看那些悬疑推理的电视剧，侦探手里边有很多线索，都跟这个案子相关，但是线索和线索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还没有捋清楚。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做一面线索墙，将各种照片、简报、笔记都贴在墙上，然后在线索和线索之间连线，找到其中的逻辑，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这才是金字塔原理的核心价值。所有的这些技术就是找到一套系统的方法，去构建一个层级清楚、逻辑清晰的树状思维。这一步做好了，从思考到表达，从思考到行动，这条路才算彻底打通。所以这是金字塔原理最重要的意义，构建我们的思维中台，系统管理信息，打通思考、表达和行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把金字塔原理应用在实践中。我们先来说说怎么用金字塔原理提升思考的能力。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说我就是嘴笨，好多事情心里明白，嘴上说不清楚。其实大多数人说不清楚，是因为他还没有想明白。如果思路清晰了，表达行动都会变得更加流畅。这本书里边举了一个例子，你的同事想要组织一个会，原本定在明天周3，结果呢跟你说要改时间。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负责营销的老刘说他明天有事儿，不能参加会议了。负责研发的小王说明天之后他的时间更充裕，明天开呢倒是也可以，但是明天11点之前没有时间。负责产品的小马说他明天晚些时候才能从上海赶回来，而且我在准备预定会议的时候，发现明天的大会议室已经有人预定了，咱们只能用小会议室，部门同事要去参加的话可能坐不下。但是周4大会议室还没有人预定，所以我们的会议定在周4上午11点比较合适，你有时间吗？你看刚才他说了一大段，你可能就听到了一句周4上午11点有个会，其他的信息全都被略去了。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说法，如果你的同事这么跟你说，原来定在明天的会议想要改在星期4上午11点开，你这边时间可以吗？因为周3负责营销的老刘有事儿，负责产品的小马在上海回不来，负责研发的小王周4的时间也更充裕，而且周4咱们还可以预定大会议室，请相关部门的所有同事都来参加，所以会议改在周4上午11点可以吗？这一次你再听同事的介绍，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能很明确的听到结论。就像刚才的例子，你肯定首先听到的就是我们把会议改到星期4上午11点可以吗？你一下子就能抓住这句话的重点。在组织零散信息时，这本书的作者特别强调你要注意结论先行。但是请注意，不是总结几个问题、几个原因，这就是结论了。结论是明确清晰的观点。比如我们经常在开会或者写文章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句子，我们公司现在存在2方面的问题，或者我们这个项目成功有3个原因。作者说，一旦你把这些作为论点的话，那说明你没有充分思考清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你说的2个问题、3个原因当中获得任何有效信息。所以书里建议你可以直接表明观点。比如说，如果你要分析员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你就可以说公司在员工责任和相应的激励制度上不匹配，导致员工绩效较低。这样的观点就有价值得多，你说别人就立刻能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是如果思想没有经过组织，就很难做到结论先行。那怎样才能把零散的想法、碎片信息组织起来呢？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组织信息的逻辑不外乎4种：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重要性顺序，还有逻辑演绎的顺序。只要了解4种逻辑顺序，你就能处理绝大多数的信息了。那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重要性顺序，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是逻辑演绎的顺序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3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比如大前提是人都需要呼吸，小前提是我是个人，那结论就是我也需要呼吸。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观点，就可以在这4种顺序中任选一种，整理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再概括出主题思想。这个时候这些信息就不再是零散的想法了，而是有明确结论、有清晰结构的完整表达。不过到这步还没结束，表达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检查。书中给出了一个检查标准，看这条论据是否符合 Macy 法则，就是一个论据下边支撑的论据应当做到彼此相互独立，但又完全穷尽。简单来说， Macy 法则就可以概括成4个字：不重不漏。举个例子比如你想说小王的工作能力很强，这是你的论点，你给出了3个论据。第一，领导交代他的任务总能按时完成；第二，他和同事关系都很好；第三，他从来不拖延工作的交接时间。那这3点呢，可能是按照重要性来进行排列的。可是如果我们用 Macy 法则检验一下，那这3个论据就有问题。首先，它不是互不重叠的，比如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工作和他从来不拖延交接工作，这2点就有重合。其次，这3点也没有完全穷尽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那个职场人的要求。因此我们总结思想的时候，不仅要做到逻辑清晰，还要用 Macy 法则去检查一下这些信息，确保不重不漏。咱们来总结一下，要想把一大堆想法和碎片化信息组织成逻辑清楚的完整信息，你可以分成4步。第一步，先分堆，把相关的想法分成一堆。第二步，来进行横向梳理，你可以用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重要性顺序或者逻辑演绎的顺序梳理信息之间的逻辑。第三步，纵向思考，概括出那个主题。第4步呢，也就是最后一步，用 Macy 法则来检验各部分是不是相互独立，还有没有遗漏的内容。如果能做到不重不漏，你的思考就比较完整了。那怎么锻炼这种思考的能力呢？金字塔原理这本书当中没有给出很好的方法。不过我在另一本书中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锻炼方法，这本书叫做0秒思考。巧合的是，这本0秒思考的作者也是出身于麦肯锡咨询公司，他的这个训练方法叫做 A4 纸笔记法。那具体怎么做呢？3步。第一步，找一张 A4 纸横放在面前。第二步，在左上角写上笔记的主题，比如说怎么让自己的思考更有逻辑。第3步，在1分钟之内快速写下自己想到的所有与之相关的内容，理想的状态是写4到6行，每行20到30个字。之所以要设置1分钟的时间限制，就是为了让人更加专注。如果不限制时间，书写笔记的人就非常容易走神，或者陷入纠结的状态，写2行发现不满意，那就撕掉重写。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一开始往往会感觉有点困难，想不到要写什么。那在这个阶段呢，让自己写够3行就可以了，尽量让自己每天都能完成几个 A4 纸笔记。在写完几十页的笔记之后，你就会找到感觉。那当你的 A4 笔记法练习熟练之后，你就可以用它来锻炼你的逻辑思考能力了。一个主题之下，你列出了4到6个内容，那么你就可以问自己，这些内容应该是按怎样的逻辑去排列呢？是空间顺序、时间顺序、重要性顺序，还是逻辑演绎的顺序？最后你再用 Macy 法则检验一下你列出的这些内容有没有做到不重不漏。说完思考，我们再来说说怎么用金字塔原理提升表达的能力。在职场上，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表达的需求，口头表达有开会、述职、演讲，书面表达的场景那就更多了，做个方案、写个汇报、提个申请，哪怕是发个邮件，也是一种书面表达。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想让别人愿意听你的演讲，或者愿意读你的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表达到底难在哪儿呢？你可能会觉得我缺的是口才，缺的是文笔。但是这本书里边提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想要有一个清晰的表达，最重要的是要减小对方的认知负担。我们的大脑认知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脑的短期记忆特别有限。科学家发现，人一次短期记忆的容量是7加减2，就是说记忆力强的人可以一下子记住9件事，记忆力差的一次最多可能只能记住5件事。不信咱们做个实验我这儿有12个英文字母，我念一遍，你看看听到一遍之后你能记住几个。 C P U N B A K T V R P G， 你看你记住了几个呢？但是如果我再换一个方式来念一遍 CPU NBA KTV RPG， 你就会发现这一次就好记多了。这就好比我们的大脑里边只有7个抽屉，装满了就很难再装了。可是没有人规定大脑里边每个抽屉只能装1个字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12个字母分组，这样的话呢，我们只用4个抽屉就能把这些字母都装进大脑。这种把复杂信息打包的能力叫做组块化。即使你的一篇文章很短，只有1页纸，也会包含几十个句子，读者必须反复的理解阅读每一句话，寻找每句话之间的联系，前前后后反复思考，这是一个非常费脑的工作。所以你越是能够让对方少花点时间就能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越是表达的高手。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减少对方的认知负担呢？你就需要一个清晰的金字塔结构。我做了个总结，金字塔结构有3个要点，1个目标，2个方向，3个原则。我把这期音频的内容按照金字塔原理做成了一张图，打开文稿呢，你就可以查看这张图。咱们对照这张图来说一说这3个要点。先来说1个目标，金字塔结构最重要的一点叫做用问题把信息连接起来。比如说你看这张图里边，表达的逻辑那里，从减少认知的负担到大脑的认知特点，这条线的背后就隐藏了一个问题，叫为什么。为什么表达的逻辑核心是减少认知负担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只有7个抽屉，装满了就很难再装别的东西了。那从减少认知负担到金字塔结构，这条线的后边也隐藏了一个问题，叫怎么办。那怎么能够减少认知负担呢？用金字塔结构。这就是金字塔结构的核心目标，用问题把碎片信息连接起来。我找到正确的问题，就能找到正确的连接，也就梳理出了正确的逻辑。说完了1个目标，咱们再来说说2个方向。搭建一个金字塔结构，你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简单来说呢，自上而下就是带着问题找答案，先确定主要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连一条线，下面呢就需要给出一个答案。然后你就可以设想一下，你给的这个答案，别人会不会提出新的问题？如果有，你就顺着往下连，这样一层一层搭建一个金字塔。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换一个方向，自下而上构建金字塔，其实就是反过来带着答案找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碎片化的，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大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先管逻辑，把你想说的所有要点都列出来，再把这些要点分堆，看哪些是相关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最后你就能找到那个核心问题。书里面还有一个小提醒，建议你优先尝试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更快的搭出结构。自下而上可能就要难一些，因为你要从碎片当中找到关联。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好处，它能提升你的创造性思维。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3个原则。哪3个原则呢？第一，纵向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章中每个层次的思想必须是对下一层级思想的总结概括。第二，横向的一个原则，就是每组中的思想必须属于同一个逻辑范畴。第三，也是横向的一个原则，就是每组中的思想必须按照逻辑顺序组织。如果你想要写一篇文章或者准备一个演讲，就可以按照这3个原则来进行组织。先确定一个中心思想，再用问题把信息连接起来。其实好的表达就像是放风筝一样，对方是风筝，你的手里有一根线，你要不停的放线，让它走得越来越远，但是你还要时不时的拽一下那个线，让它能够集中注意力。提出问题就是拽线，给出答案就是放线。整篇内容你都可以按照提问题、给答案这样的顺序不断的推进下去，用问题引发好奇，用答案传递信息。现在我们知道了怎么组织一篇文章，那怎样才能让别人更愿意听你说，更愿意看你的文章呢？
也就是怎样才能让别人对你提出的议题感兴趣呢？这个就要说到文章的开头了。上学的时候，我们总听老师说，作文要凤头豹尾，一个好的开头能够吸引别人继续看下去。那怎么设计一个好的开头呢？金字塔原理这本书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用的模板，叫做 SCQA 模型。这个 SCQA 其实就是背景、冲突、问题和答案4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咱们挨个来拆解一下啊。先说 S， 这个是背景，就是你向对方介绍一个观点或者分析一个问题之前，先介绍背景信息，这会在你和对方之间建立共识，同时把对方的关注点锁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这样比较容易引出你的观点。交代完背景之后，别人的反应可能就是你说了这些我同意啊，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或者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这个时候就要引入 C， 也就是冲突。这就像我们有个共同目标，但是在实现它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障碍，那么利用背景加上冲突，你就构建了一个挑战。当别人面对一个挑战，通常会有4种心理。第一种是同理心，就算这个困境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也会跟着难受。第二种是脱离欲，这个挑战也是我的困境，那我就想摆脱。第三种是走捷径，那个目标我是真的想达成，但是眼前这个障碍很烦人，我能不能赶紧解决掉它？第4种是好胜心，这虽然是个挑战，但是我必须要战胜它。不管是哪一种心理因素，对方都开始更加关注这个话题了，你就成功引起了对方对这个话题的兴趣。这个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办了，你就可以引出 SCQA 这个模型第3个要素，那个 Q 问题，把他心中的疑问直接点破。这个时候你的听众就自然而然会产生期待，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你再给他们一个答案，就是那个 A。 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继续用一个问题加一个答案，提出他心中的疑惑，再安抚他的情绪，给他一种确定感，他就会跟着你的思路听完整个话题。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如果你想让观众对你的话题感兴趣，你不用刻意迎合听众，讲一个你觉得他们都会关心的话题，你需要的是设置一个挑战。这个 SCQA 的模型就是利用大脑对冲突引发的好奇心，激励我们读下去，这和我们愿意听故事是一样的道理。那说完了 SCQA 模型的用法，作者在这本书当中还有2个提醒。第一，在 SCQA 模型中，你要特别注意那个 S， 也就是背景。如果你知道看你文章或者听你汇报的人都是谁，这个时候引入背景就很简单，毕竟大家都很熟，共识更容易建立。比如你写个公司内部的邮件，或者给部门成员做汇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面对的听众或者读者范围很广，比如你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图书，或者是在公开场合演讲，这个时候引入背景就会相对困难一些。你就要确保你介绍的背景信息能够和读者形成共识，这个事情你和他都能明白。书里给出的第2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 SCQA 的顺序，帮你达到不同的效果。比如说，如果你想开门见山直入主题，你就可以把答案放在前边，再说背景，最后引出冲突。如果你想进一步引起对方的好奇，你就可以把冲突放在前边，再说背景，最后给出答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你就要尽量减少对方的认知负担。你不能交付给对方一堆信息碎片，而是要交给对方内容完整、层级清晰的信息。你可以构建一个金字塔结构，构建的时候呢，要注意3个要点：1个目标，2个方向，3个原则。如果你想引起对方的兴趣，让别人愿意看、愿意听你表达的内容，那么你就可以使用 SCQA 模型，先用背景和冲突构建一个挑战，再按照问题加答案的方式，让别人愿意关注你讨论的内容。你可能会问啊，刚才这个方法可能还是有点复杂，那如果我想从头练习，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呢？何帆老师根据金字塔原理总结出了他的写作方法，叫做何帆3招。第1招，每一个自然段的第1句话必须是这一段的中心思想。第2招，每一个自然段后边的几句话必须要有逻辑关系，不管是递进关系、并列关系还是对比关系，总之一定要有逻辑关系。第3招，上一个自然段的第1句话和下一个自然段的第1句话之间一定要有逻辑关系，不管是并列关系、递进关系还是对比关系，总之也一定要有逻辑关系。那何帆老师呢，不仅总结了何帆3招，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对于写作者来说，写的清晰比写的生动更重要。
因为减少对方的认知负担才是表达的关键。如果你想练习写作，不妨从合帆3招开始学起。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在金字塔原理的帮助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要知道，解决问题这可是麦肯锡公司的看家本领。你注意啊，咨询行业是专门给其他企业开药方的。一家企业来找麦肯锡，往往是因为经营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咨询公司呢，就像是一个大夫，望闻问切，然后告诉你现在你们公司最需要提升的能力有哪些，我们建议你现在最应该做哪些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咨询公司就会遇到一个挑战，因为在接受委托之前，他可能对于你这个市场，对于你的经营未必都是很了解。那么他需要尽可能的在短的时间之内找到问题的症结，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一般咨询公司会先收集资料，公司的资料、行业的资料、整个市场的资料，资料越全越好，再把它们全部汇总在一起。那最终的结果呢，往往是资料堆积如山，大量细节浪费了他们太多时间。如果快到截止日期，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案，就只能把这些材料分类，加上一个笼统的标题，比如我们的发现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建议是什么，再加上大量的图表数据，看起来内容非常充实，但是对解决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帮助。当然啊，并不是说前期的信息收集不重要，这个是分析的基础，但是不能让自己大量陷入信息的碎片中，这不仅影响效率，最后也可能找不出关键问题。那怎么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呢？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提醒我们，你要建构结构化的思维，把信息放在有结构的框架中。那先给你介绍一个麦肯锡内部经典的思维模型——空雨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我说一下你就能记住。今天我要出门，一看窗外，发现天空中阴云密布，那我就想到一会儿可能要下雨，那我出门的时候就得把伞给带上。你看这个模型跟解决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每个字都是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步骤。空就是抬头看天，发现今天阴天，这个呢是事实，这就是你要先有重点的陈述事实。雨就是等会儿要下雨，这是根据信息做出的推理和判断，也就是你要预测接下来的变化。伞，我出门的时候得把伞带上，这个是根据之前的预测确定接下来的行动。所以你会发现，空雨伞就是从事实到判断再到行动，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不过在现实中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要比带伞复杂得多，所以这本书拓展了我们刚才所说的3个步骤，给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界定问题，就像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一样，只有找到病源才能对症下药。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关联上了前面咱们说到的 SCQA 模型，也就是背景、冲突、疑问、答案。作者告诉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冲突就能推导出不同的问题。根据书中的总结，一共有7大类的问题。我把这7大类的问题呢列成一张清单，放在文稿中，建议你收藏起来。下一次当你再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先看看你的问题是这7大类中的哪一种。那找到问题之后，应该如何去解决呢？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向科学家们学习。商业咨询和科学研究看起来是不同的领域，但是内核其实差不多。大家都是对现象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再找到行动方案。而很多年前啊，科学家们就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这个方法要比商业咨询更依赖结构化的思维。你研究一家企业，还可以收集这个公司、这个行业所有的信息。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天文学家，你怎么能收集整个宇宙的信息再去做研究呢？这种先收集信息再去做分析的方式就行不通了。所以几百年来，科学家们累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各种假设，然后设计重要的实验，根据结果排除一个或者多个假设，再通过实验最终得出明确的结论。100年前，胡适先生给中国人介绍这套科学方法，用了8个字总结，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8个字说的太好了。换句话说，你要先强迫自己思考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可能靠谱，可能不靠谱，没关系，先大胆假设。之后你就有了重点，你再去收集资料，去求证你设想的原因是不是真正造成问题的那个原因。那具体怎么求证呢？书中给出了一个建议，你可以呈现有形的结构，方便你找出问题的关键点。任何一家企业或者任何一个行业的具体领域都有清晰的结构，包括由不同单元组成的那个系统，
如果你能画出理想状态下那个系统的示意图，它就能帮助你确定是否有问题，也能帮助你找到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家里边看书，突然我那个台灯灭了，那我要怎么寻找问题呢？我会先把台灯拔了，换一个灯插上那个插座，要是另一个灯亮，那就是这个台灯坏了；要是另一个灯里也不亮，我就会去另外的房间看看别的插座好使不好使。要是别的房间插座好使，那就是这个插座出了问题；要是别的房间插座也不好使，那就是家里边就停电了。我会去看看电表，看看是不是自己忘记交电费了，或者看看家里边的配电箱是不是跳闸了。要是这些都没有，我就会去看看楼道的灯亮不亮，问问邻居家你们家有没有电。要是邻居家也没有电，那就是整个楼都停电了，那我就要顺着窗户看看别的楼有没有电。要是别的楼有灯在亮，那就是只有我们这座楼停电了，那就要给物业打电话，请他们过来修理。要是周围的楼也都没电了，那就是大面积的市政停电了，那就赶紧给电力公司去打电话了。那为什么我要这么样去确定问题呢？就是因为电力系统就是从一个小区到一栋楼，再到一户，再到一个房间，再到一个插座，这样一级一级传导的。我心里边建立起来这个有形的结构，那么我在找问题的时候就一级一级向上，就能看出来问题的那个关键点。那刚才咱们围绕着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聊了很多，现在呢，我们来总结一下，金字塔原理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系统管理信息的方式。为什么我们需要系统管理信息呢？因为我们的思考往往是网状思维，有大量相关的信息，它们好像都和一个主题相关，但是没有逻辑。而我们的表达和行动需要的是线性思维，网状思维和线性思维不匹配，这中间就差了关键的一步，让网状的思维变得有逻辑、有组织。这个是金字塔原理的核心价值。所有的那些技术都是找到一套系统的方法，去构建一个层级清楚、逻辑清晰的树状思维。这一步做好了，从思考到表达，从思考到行动，这条路才算彻底打通。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了聊金字塔原理具体的应用，怎么把一件事情想明白，也就是如何把零散的信息或想法组织成完整的表达。你可以利用时间、空间、重要性或者逻辑演绎的顺序去梳理逻辑，然后归纳出结论。不过请注意啊，在归纳出逻辑之后，你还需要用 MISI 法则去检验你的逻辑，确保信息不重不漏。那怎么用金字塔原理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呢？也就是让对方迅速理解你想要传递的信息。你可以借助金字塔结构。你要记住金字塔结构的3个要点：一个目标、2个方向、3个原则。你还可以用 SCQA 模型，先用冲突和背景构建一个挑战，再按照问题加答案的方式引起对方的兴趣。那怎么借助金字塔原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建立结构化思维。借助空雨伞这个模型，你就记住解决问题的3个步骤：先界定问题，再分析问题，最后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界定问题。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关联上了咱们前面说到的 SCQA 模型，也就是背景、冲突、疑问和答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冲突就能推导出不同的问题。根据书中的总结，其实只有7大类的问题，我们所有界定的问题都能在其中找到一种。那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请向科学家学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借助有形的结构去找出问题的关键点。如果你能画出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具体领域那个清晰的结构，它就能帮助你确定是否有问题，并能找到或者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果你也有好的方法，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其他同学，咱们一起共建一个思考、表达、行动的金字塔原理武器库。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